中国当然协助这个张学正来做反击，在我中国封装我就不准你出货。那这下子造成全球的所有汽车产业一阵慌乱啊！原本说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他的 CEO， 但是没想到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中国一定要协助这个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利一开的话，那对欧洲以后的贸易，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来讲的话，那中国跟整个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交易、做任何生意的。这一场中荷之间的安氏大战，现在双方正式的撕破脸。我们要来看到安氏之乱，没有想到继续的全面升级。这一回张学正他被撤了执行长的职务已经确立。另外就是中国动用了国家之力，要针对荷兰展开复仇吗？用什么绝招呢？恐怕就是用稀土了，来卡住欧洲的喉咙。那么荷兰这一回会不会听命于美国？晶片报复战一触即发，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三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中荷之间的安氏之乱再出现了反转，记得吗？才刚双方签下了协议，没有想到荷兰这一回又毁约反悔了。他说本来要让执行长复职的，现在要撤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并且呢继续的控制住来自于安氏的控制权。中国怒呛说你后果要自负。那么接着我们就会来关心，今天会来看中国如何借着国家之力来协助张学正展开这一场复仇战。第二点，美国也同样出手了。这时候美国出手，荷兰才态度放软。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用的这个关键招数，就是卡住欧洲国家的稀土，用的是慢慢的审查来卡住欧洲2000多件的稀土申请，拖到这些车厂都快要停产了。那么欧盟可紧张了，这时候就怒骂荷兰。那么可是呢，荷兰还是没有动作。却是在美国一声令下，是立刻转向。突然间，他的金长说欢迎中方来供货给荷兰，怎么回事？第三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北京很出招了，他接下来会不会来掐断安氏在德国、英国等基地稀土的出口呢？来限制，来对欧洲祭出惩罚。那么欧洲车厂能够挡得住来自于中国的报复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好，我们来看到11月4号，我们当时才报道说，中荷双方不是签下了这个协议吗？中欧稀土的相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却遭到荷兰临阵的翻脸了。原本协议的内容是说，11月7号开始，这个前执行长张学正可以恢复职位。刚刚说了。这个荷兰突然间翻脸了。最新消息，荷兰说了，张学正不能再担任执行长。还不止如此哦，他还说，依照10月7号当时的法庭裁定，不止他不可以担任执行长，而且还要暂停他担任董事的职务。另外，继续死扣安氏的控制权不放。北京震怒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中企的权益，你这样做，我们接下来会展开报复，这个后果是要自负的。”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将军怎么看了荷兰这一步反悔，它是蓄意的还是临阵的反悔？中国接下来如何请国家之力来帮助张学正报复呢？以后其他的国家还敢和荷兰这个海盗国家做生意吗？将军怎么看？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哈。安氏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它做的是车子的晶片，大概每一辆车子哈，大概会用到600片的晶片。它这个晶片其实是不是很先进，也不是连成熟制程都谈不上哈。它甚至于这个荷兰称它是一个鸡饲料的一个晶片，就是它很便宜，大概每一片晶片原来的售价才25分美金而已哈。那最近是涨价了，涨了4倍到1块美金，那也是因为供货中断，所以你看它25分美金一片，事实上不是很贵的，可是它就是关键性的车辆必须要用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晶片哈。那荷兰的安氏原来做这个晶片，但是由于它经营的不好，所以造成亏损。在这样亏损状况之下，当然有需要外来的资金。这时候文泰文泰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的文泰企业，也就是张学正的这种企业公司，就把它陆续把它整个买下来。那这样的话，当然 CEO 应该就是由张学正来担任嘛，董事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我出了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但是这个荷兰完全就是抢夺方式，他借着一个什么理由呢？大家听一下，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合理可以去把人家企业抢下来吗？而且不是说是企业把它抢下来，是荷兰政府在荷兰政府协助之下把这个安泰抢下来。他用了什么理由？就是说
这个你现在这个张学正泄密给他的把这个制造的机密泄露给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做鼎泰匠心的这家公司泄密过去。事实上后来经过调查并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个张学正在这个安氏这边还买了50台的机台，还在这边加大成本投资而且来讲的话，他在这个鼎泰匠心那边所有权这个董事会投票的时候，他也投了弃权的票，所以由上述的证明来讲的话，这个张学正并没有泄密的一个事实。但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转亏为盈赚钱了，所以说是荷兰借着所谓国家安全当作以他为幌子这个想要将这个金鸡母抢过去。那现在后续是怎么发生的呢？后续来讲的话，那当然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可是这个公司很特殊的，它是设计或招牌是挂在荷兰的然后晶片生产在那边生产，但是后续来讲封装是在广东的东莞来做封装，也就是说，在荷兰晶片做好以后，它必须要送到中国来做封装。那如果中国不让它出货来讲的话，你就卖不了。那之前来讲的话，中国当然协助这个张学正来做反击，就是说不准他出货这个封装完以后，在我中国封装，我就不准你出货。那这下子造成这个全球的所有汽车产业一阵慌乱当然在10月7号。原本说大家这个和谐了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他的 CEO， 但是没想到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他现在做什么呢？他晶片不交给东莞这边来封装你就没有封装。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东莞这边封装厂里面，它有库存的晶片，它照样可以做封装，照样可以出货然后之后来讲的话，后续来讲，事实上它不是很这个精密的晶片，所以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干嘛都可以制造这种晶片，那只是后续来交给安氏来采购。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荷兰来讲的话，这把亏真的是吃大了。然后它后续它可能这个中国来讲的话，直接这边可以供货给在中国设厂的这些汽车产业来讲的话，譬如说是大众汽车这个奔驰等等，它在中国有设厂，它就将这些货给他了嘛，而且是用人民币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中国一定要协助这个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例一开的话，那对欧洲以后的贸易，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来讲的话，那中国跟整个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交易、做任何生意的。是好，张军特别帮我们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政府包括了这一次可以说是请国家之力来协助安氏，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这一次出的狠招，就是它的稀土的，它的关键的杀手锏，怎么样来限制住欧洲的稀土？我们要来看到它最新的出招欧盟的委员他最新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给中国已经有2000件的这个稀土申请案，当时是透过这个叫做稀土特别管道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能够申请到，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这一次是慢慢的做稀土的审查，到现在中国只批准了一半，而且还有一半都还没有做批准。现在欧洲的企业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因为很多的车厂再拿不到晶片就要被迫停产了。欧盟私下就认了，说确实是这样子的，短期内没有人可以逼得了中国针对稀土来做松手。所以呢，欧盟内部大乱，传出有人就开始怒轰荷兰的政府，给政府不断的施压，说你再不放行安氏给中国，欧洲就要崩盘了。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强硬手段，针对于欧洲国家，但是另外一头，荷兰似乎也没有要松动，却是听美国的话。这次美国出手了，荷兰才稍微态度放软。我们来看到荷兰的经济事务部最新紧急声明说，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已经收到了中国和美国就最新的贸易协议通报，荷兰表示欢迎中国恢复对安氏中国厂的供货。金长也说了，中国的供应至欧洲和世界的晶片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送达给安氏的客户了。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杨老师怎么判了。中国这一次用出的就是慢慢去审批这2000多件的稀土案，是它的杀手锏吗？现在欧洲到底有多慌张？最讽刺的事情是，美国一出手，荷兰就立刻听话了。他只会听美国的话，是这样吗？杨老师怎么看？他只会听美国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是个走狗。其实荷兰我非常替他惋惜。你知道，16世纪的时候，荷兰根本就是世界霸主。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股市金融体系，都是荷兰那个时候所创建出来的。各位要知道哈，荷兰还有 Netherlands 这两个其实这个地理范围不一样哦。Netherlands 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我们通常把它叫荷兰，可是事实上荷兰只是 Netherlands 里面2个省份，而那2个省份叫荷兰，在整个16世纪的时候，它是在全球贸易的主导，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它在欧洲的角色都很关键。就没有想到，你看它在这个事情上，因为美国9月份通过的那个50%的穿透关税，2个礼拜之后，荷兰的经济部长就开始对安氏半导体下手，因为安氏半导体是文泰科技拥有100%的这个持股的，那本来是要倒掉的，几百亿美金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把它引进更多的客户，尤其中国大陆的这些需求引进来，那由在英国跟德国的这个制造厂制造。然后呢，送到了中国大陆东莞的封装厂，80%送到那边。可是你知道那个封装厂每年做多少颗半导体吗？800亿颗，很夸张哈。因为一个车子至少要用500颗，电动车要用到1000到2000颗，如果是智能车，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所以它这个量的需求非常的大。那这个跟国家安全什么关系？我跟你讲，没有车子做不出来才影响国家安全的。可是现在，美国不是跟中国谈好了吗？然后呢，荷兰还是就做这个动作，出尔反尔。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希望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且要搞清楚，第一个是美国，然后是荷兰政府，然后才是那个安氏半导体。安氏半导体里面有一些它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雇员管理阶层的开始集体叛变。然后把这个所谓就是执行长的一些什么做的有没有的东西，但现在知道有些根本是假的，然后呢要把他赶走，让他们以及荷兰政府取得这个控制权，这不就海盗国家，这不就国有化？那你这个接下来你做出来的东西，你送到哪里去封装？我觉得中国第一个你要不要针对美国？你说你这个50%的穿透关税，你要告诉荷兰政府，否则我不跟你签。你稀土延后1年没有这回事，态度一定要硬起来。针对荷兰政府呢，也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针对安氏半导体，我觉得更简单，谁敢现在帮安氏半导体供货，我就断他的稀土来源。我们所有的中国的企业不准再接他的单，不准买他的产品。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到？会。不然我跟你讲这个是会野火燎原的。因为有几千家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持股过半的这些公司怎么办呢？将来随时被人家抓起来，就当这个等于是来欺负你吗？中国大陆一定这方面要强起来。好，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稀土是杀手锏嘛，所以如果哪一个国家敢对中国反抗的话，那是不是就来断稀土？那首先就会看到说会不会断的先是几个国家，包括德国跟英国。原因是因为德国跟英国在安氏在这2个国家都设有制造的基地，北京可不可能从这几个国家先出招？等一下来请教张将军。另外我们来看到因为稀土断了，有一些后续的影响，我们稍微统整一下美欧日汽车产业的冲击。首先是德国的汽车零件供应商紧急的现在赶快跟中国做这个洽谈，施压荷兰。另外就是德国的汽车零件的巨头采埃孚也说了，正在和中方谈判，确保晶片供应的稳定。其他汽车包括了 BMW、宾士、福斯都已经暂停了，他们靠的就是库存来勉强的生产，包括了日系车厂 Honda。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那么日产、尼桑、九州厂的这一些畅销车款已经确定了部分来做减产它的休旅车，其他包括了零组件的厂商来自于日本、欧洲跟南韩，也都使用安氏他们的晶片，全部都会受到波及。接下来北京可能先断了哪一些国家的稀土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持续向荷兰来做施压？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复合因素，这个复合因素会让荷兰来做政策调整。那我认为有3个。第一个，在10月30号的时候 ，APEC 在韩国釜山召开，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也在那边讲过，这个达成一个共识，这个贸易战呢要延缓1年，大家又降了这个
双方的税率，不管大豆也好，这个芬太尼也好，对，还有一些相关的税率都向下做修调。换句话说，贸易战是走上缓解的趋势了，不然大家不会彼此，中国大陆也把这个门打开了，美国也把门打开了，这很清楚的。那美国对荷兰的常备管辖的影响力也要下降，因为这个两个巨头都碰面了，也达成了局部的共识了，那相关的政策就要下面做一些相对的、相应的调整。我认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晶片它是有急迫性的。汽车，你不管传统的汽车，这个油电车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都需要晶片，或多或少这样。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仪表板也好，还有空调更需要晶片，因为现在越来越精密了。那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找不到替代来源，所以安士的这方面的晶片的供应，这个有它的急需。那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他们的需求性的压力，他有需求，那中国大陆这就是他，那你有需求，我中国大陆是供应的，那我在这方面我就掌握了主动权。第三个，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大陆可以拿稀土做条件，那以稀土的松绑的需求来解决荷兰、意大利、法国、还有英国、还有荷兰这几国对稀土的需求，要不然稀土被抓住之后，不是汽车业，包括光伏，包括医疗的设备。包括医疗设备，也包括了电子产品，都会受影响那这样的话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三重的方面的条件，这个荷兰它会做调整，要不然会不是光影响荷兰，影响到其他周边的国家。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为什么张学正他今天可以如此的愤怒？因为呢，他其实当初拿下这一间公司是费了很大的力气。2018年的时候，他率领是文泰科技砸下了300多亿的人民币收购了安士，而且他耗时了2年的时间，分成3个阶段才成功的拿下100%的持股，实现了全面收购，是当时被视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一起跨境的并购案，也展现了这位是张学正当时破釜沉舟的精神。我们请导播来看到下一章，而我们关键的来看到的是，为什么半导体业务当时这么的赚钱，荷兰却是轻易的放手呢？主要的原因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安士并不是怎么样赚钱的公司，是在张学正的经营努力之下，才华丽转身变成今天很重要的半导体金鸡母。那为何安士卖给在文泰，也就是张学正接手之后可以快速的增长？关键点其实就是落在中国的市场。我们来看到，在收购之后，安士的中国市场的营收是快速的暴增，从25%的占比，一口气几乎是2倍到了50%，并且中国一直在发展新能源车靠着新能源车的浪潮，车规的这个晶片月产能才可以达到80万片，支撑了它的全球15%的一个需求，瞬间的。安士的毛利率从过去荷兰人经营时的25%狂飙到38%，产能利用率大幅飙升到95%，也坐稳了他们的一个经营模式，也就是在欧洲做研发，在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做制造，并且在全球做交付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接下来要请委员来带我们看川习会，川普本来都已经让步了，为什么荷兰还要逆风跟中国持续杠去？而张学正花了这么大的努力，把不怎么赚钱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金鸡母，为何这时候被这个荷兰给抢去？这个被偷走的胜利，张学正除了开除这3名的外籍人士之外，还会怎么做王子复仇？国家有2个义务。一个是保护自己境内外国人的权益，一个是保护自己人民在境外的利益，这是国家是否有能力的2大焦点。现在张学正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投资，遭到了这么无理的对待，遭到抢劫，幸好他有一个祖国叫中国在外面给他撑着，所以他今天可以讨到相当的公道回来。但不幸，因为他的祖国是中国，所以他今天才温吞吞的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如果他的祖国是俄罗斯的话，那3个外国人马上被看报得丢到阿姆斯特丹的海港里面去了。中国就是和平的一个道路，所以不会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家想一想看，前几天不是有个俄罗斯的影子邮轮吗？被法国的海军陆战队扣押，马上就放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就放话，
你法国的船队是全世界第3大的船队啊，要从地球上消失是很轻松的事啊。法国马克龙再爱斗嘴，不敢吭一声，赶快放啊，赶快放。这个就是国家的实力，还要讲国家的手段。中国是有实力，但是没有狠的手段，愿意跟荷兰和平相处。所以啊，如果是俄罗斯的话，你那3个早就看爆跌了哈。现在这一场仗是中国一定赢了，只是时间问题了。那因为会给荷兰压力，也不只是中国啊，还有这个德国啊、日本啊，都会给他压力哈。那荷兰这是丢脸丢大。其实说穿了，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这个案子是100%的贪污案，不是叫他想象那种什么企业都不是。他怎么贪污呢？回过头来那3个老外的照片，这3个在干什么？他们这3个在做的动作，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投资银行的叫做 leverage buyout。就是我是主管，我想控制这个公司，可是我没有股权，我该怎么做？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外面找钱，比如找投资银行啊、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然后让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轮到我们的管理团队来控制这个公司，好，这个叫 leverage buyout by management， 全文是这样子的，leverage 就是外面借钱，杠杆。buy out 买下来，好 ，by management 管理阶层这么做的，可是这个做了，他们通常要有政府单位的配合。那政府单位要配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找法律，让政府单位有个漏洞可以使用。这个法律是什么？他们用的表面上是什么？几十年前的法律，其实最主要的支撑点就是美国把文泰科技先列为一个制裁对象。然后再加上50%的法则，你的子公司也要跟着被戒。他们用这个理由去告诉荷兰政府，你看吧，安斯半岛有没有制裁啊，前途茫茫啊。然后你要批给我们，冻结他所有的财产，冻结他所有的职权，由我们几个人来控制这个公司。换句话说，他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安斯半导体的股权财产的话，他很轻松的可以外面找到很少的钱，就可以来买下这个公司，不用那么高价钱来买，这是很标准的偷窃跟抢劫。那你说荷兰的财政部长懂不懂？经济部长懂不懂？当然懂，当然懂。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要收红包。这一定是很大一笔红包。我公开指控荷兰政府这个过渡政府要下台，准备捞一笔钱，因为这政府已经选输了嘛，正要下台了。所以整个下台之前，这些人要准备捞一笔大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干。那这个东西，中国对荷兰绝对不可以手软。好，所以看起来从荷兰的官员开始有收贿的问题引发了这一系列这样子一场大风暴。但是厂商是无辜的，不管是欧洲车厂或者是日本车厂，他们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掀起的是全球的晶片恐慌。来看几家重要的厂商，日商先来看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10月28号被迫减产停产之后，最新波及的是日产、Nissan部分的九州厂自下周起也会开始减产它的畅销车款休旅车，德国的采孚 i 也被迫中断，员工要放弃了无薪假。另外是博世旗下的工厂已经准备了要休假保命。来请将军带我们看到这一场汽车业的晶片寒冬。另外安世之争，将军又怎么看？中核最后谁会赢？我跟你讲，中国绝对不会输，而且一定非赢不可因为这个当然我们表面上面好像是2家企业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但是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代表中国跟欧洲2大这个集团的一个这种互相对抗。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安世这件事情中国让步来讲的话，那以后来讲，所有欧洲企业会不会有样学样？中国在这边比较好的，已经经营有力的金鸡母，他们就用这种抢夺、掠夺的各种手段把它抢夺去了。那此风不可长，此利不可开，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非要把这场仗打到赢不可就动员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资源跟力量都要赢。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中欧这2个地方来讲的话，后续以后来讲，大家还是要彼此互相的合作跟共存那不能说借着用这种博弈互相斗争的方式，那对全体来讲的话都不会有利的。所以这场战争所后面代表的含义，不只是安世这个企业权的
争夺而已。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一定会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家安氏这家公司，它是主要什么？它是做汽车的这种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一辆车子大概有500片的晶片哈，那个晶片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晶片，不是甚至于连成熟晶片都谈不上，它大概将近1-2000奈米的那种晶片哈，一辆车子大概有500-600片。但是是在安氏在荷兰那边做出晶片，然后完了以后，它到哪里呢？到中国的东莞、广东这边来做封装。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一个晶片你制造出来以后，经过设计，然后制造出晶片，然后完了最后要封装，封装完以后你才是可用的晶片。所以最后的这个出口端是在中国这边。那现在来讲的话，双方争夺到前一阵本来说11月7号的时候，已经有缓和迹象，也就让张学正回去再当CEO， 但是没想到这个安氏集团居然在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他不将这个晶片送到中国的东莞厂来做封装那等于说断了我没有晶片给你，那你看你怎么卖？对。可是问题是说，我说中国为什么会赢？第一个，在中国东莞厂，它还有很多库存，它可以现在用人民币供给在中国设厂的汽车公司，供给他们来使用，它还有库存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不是很难的晶片也就是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都可以制造出这种晶片，我只是后续来讲的话，到这个地方去安装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张学正还有一家公司就鼎泰匠芯片公司，它一样可以设计啊。它以后来讲的话，我用人民币来交易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尽全国所有力量来帮助张学正以免欧洲其他的企业或其他国家政府有样学样，那确实是做了最坏的示范。原本以为川习会结束之后，中美已经默许恢复安氏的贸易。11月1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态度也是转为和缓。他说，中国商务部宣布要恢复对于这个晶片的出货。没有想到，我们来看到的是，才过3天而已，11月4号，中核现在是传出来有签了这个协议，叫做中欧稀土与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那么协调的主要是在人事跟产能上面有了重大的一些突破，包括特别承诺11月7号前何方同意恢复中国籍的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11月13号前会解冻总部资产跟中国的业务的授权。但是现在外界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大家最在意的这一场股权的控制权。荷兰在这场协议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字，也代表荷兰现在还不愿意放手。来看到，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当天的下午，也就是同一天11月14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就特别点名了，他说10月26号的时候，荷兰单方面的终止供应链晶圆，导致中国的生产线停摆，才会造成这一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乱。外界也普遍认为了，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氏之乱，就是因为当时安氏内部有3位高层，他们都是外籍人士被指就是他们让张学正下台的，包括他们的法务官、财务官跟营运官。因此这一次张学正回国，大家就在看他会怎么样来处置这3名的这个外籍高官，被视为是一个王子复仇记。他要夺回的不只是职务而已，而是被荷兰夺走的中国晶片话语权。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张学正背后有中国的政府的支持、国家的支持所以他的底气很够。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只是他个人的战争，也是汽车晶片的战争。中国要掌控有全世界的汽车晶片的主控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也是公司跟他个人的战争嘛。我们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当初最早大概在1991年，我到法国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手提电脑正在兴起的时候，台湾的3C 产品正在起来，台湾有很多的跑单帮的或者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就到荷兰去试点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台大也是电机工程毕业的，也是在这个电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本身也带了一些厂商的代表，也包括了台湾的后来著名的企业我们不讲名字他们都到荷兰去，在跟荷兰交手之后，就体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荷兰人在欧洲人来讲被著名的小气，没有诚信，会吃掉人的东西啊。他们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跟荷兰人做生意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什么信用卡的，也没有什么，一定就是我电脑给你多少，我钱要收多少，而且要收的是现金。这个就是我最早在30几年前，在欧洲的时候，跟我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跟荷兰人交手经验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荷兰人很不可靠，他们的最深的体会是这样。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一知道的时候，我并不意外，因为马上回想起，30-40年前我们的台商在荷兰所遭受到的待遇，他们说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吃掉，他们是很狠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在这次他们也想把这个安氏把它吃掉。那当然背后查出来的是美国，因为中国大陆很早就放出这个足够的证据跟讯息，因为在荷兰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跟美国有关的。我相信这次在吉隆坡的会谈跟在这个韩国的会谈里面，应该是有可能极有可能有谈到这个部分。是。那很明显的，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美国的汽车厂商，因为你也知道，在晶圆这个部分，最后的封装跟封测是在中国做的。那一旦晶片进入了中国，那出不去的话，对于美国的厂商，现在日本的尼桑已经直接讲了，它已经停止这个生产制造了，因为晶片没有进来，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厂商这么多，也包括美国的厂商在内。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就有一个最终的，就有点像稀土的这个关键的这种杀手锏在里面。是。虽然你的前端都是在荷兰做，但是最后的这一端是在中国做，中国不出来你也没用。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较量中，美国也知道也影响到他自己的汽车业，而且也吃不下，因为中国就是用稀土，用各方面来跟你打。对。那最后荷兰撤，我个人认为张学正上来了以后，这3个人都要开除。没有话讲。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在欧洲做生意在跟西方人打交道大家是比狠的。你不狠，你软，人家你不狠，你以为你是宅心仁厚，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你软弱，你不行。你有本事你就把他们干掉。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干掉他们，3个人一个都不留，而且他们的派系的人，所有全部都要马上即刻清理东西滚出去。我想这是张学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好，中美晶片战开打之后，现在也加入了欧洲的角色，现在帮着美国一起来对抗大陆吗？晶片战现在全球全面开打，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荷兰这一回是沦为美国的傀儡吗？因为他正式的宣布要接管大陆的安氏这一家半导体公司，挑战北京的底线。大陆作为反制，他就决定稀土来卡荷兰，是否最后是卡在艾斯摩尔的身上呢？川习会的前夕有非常多的议题，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首先，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件事情，荷兰说他现在要接管大陆的安氏那欧洲现在可以说，我们直接解读它就是站队美国队了吗？中美科技战确实从中美烧进了欧洲国家，艾斯摩尔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张记品牌呢？因为大陆不再提供稀土了。好，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确实针对荷兰也有所反制了，祭出了2招，第一招就是直接让这个安氏它在中国大陆的厂商呢是直接限制它的这个半导体的出口，另外也用稀土来卡喉，直接导致的欧美的车厂不管是福斯、BMW 或宾士，他们现在都非常的紧张，恐怕会有断链的危机了。这是第2点。第3点，川习会前夕，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川普在打晶片战之外，还把台湾给拉入了。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台湾会不会接下来也成为川普这一场关税战的重要筹码呢？好，我们来赶快关心的是最新消息，荷兰政府在9月底是正式的呢，说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强制的直接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旗下的这个安氏半导体。今天就是要来关心这一间公司并且冻结了安氏半导体旗下全球30个的实体资产，并暂时暂停中国籍的执行长的职务。中国大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直接回击，他说痛批你荷兰政府现在直接是把经济给政治化了吧。警告
你这样子做，其实直接会影响的就是全球的供应链。那荷兰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是不是在美国在背后搞鬼，在背后施压荷兰？结果荷兰是站出来否认，但是他说是没有受到美国的施压的。但是来自于大陆南华早报的最新揭露，他说美国曾经以不列入实体清单为交换条件，要求荷兰去撤换中方的高层。所以这有没有美国的介入呢？仍然是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我们来看安氏怎么发布他的公开信给中国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荷兰搞这一套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搞自己的独立，允许员工拒绝含这个拒绝荷兰总公司在内的外部工作的任何的指令。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了，你欧洲的动作接下来只会搞垮全球的供应链而已。而中国反制荷兰有2大重拳，首先我们来看到它有这个限制令哦，也就是半导体的限制的出口管制令，针对安氏的东莞厂改采上4休3，也就是减少工时，也缩减出货全球汽车大厂。结果我们刚刚说了，这几家美欧的车厂直接就受到重击，不管是福斯、B&W 或者是宾士等等。另外，大陆还卡的是荷兰的稀土。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它针对14奈米以下的晶片用稀土开始做逐案审批了，是不是会掐住接下来艾斯摩尔需要用在它的 EUV 光刻机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因为艾斯摩尔现在根据了解它所需要的这个稀土恐怕很快会断裂了，它现在库存顶多就只能再撑3个月而已了。荷兰这次出手是自主的这个欧洲自主防线吗？还是它是美国的科技战的傀儡呢？中美关系的经济战正式把荷兰也拉进来了吗？大师怎么看？对，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是这个等于说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这个荷兰哈，它是追随美国啊，把任何的这些海外投资或者海外市场纳入所谓的安全审核的这个范畴里面。那荷兰事实上的话，大概差不多3年前就通过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啊，事实上就变成就是说任何的并购啊，所谓的并购或者投资案的安全审查法。那这个法它通过以后，它可以回溯，因为事实上当时安氏的母公司也是中国的文泰电子啊，它2019年的时候哈，它花了巨资把那个时候经营不善的这个一个哈，它这个也是一个欧洲的这个应该好像是易泰吧，就是说就是一个晶片公司啊，把它收购了，它收购所占的股权达到79%，是，那就等于说完全控制我这个公司。那把这个公司在在差不多4、5年的营运下来，转亏为盈，然后呢，业务蒸日上。欧洲的很多大厂，这个福斯汽车、B&W、Vans 都是它的客户，它做的产品主要是车用晶片。那这个车用晶片，说实话，它没有一个晶片是100奈米以下的，都是100奈米、200奈米的，所以它没有什么高科技技术含量，说穿了，你有什么安全？对，说穿了就是说这个公司在你这个欧洲这个生产以后，帮你这个公司开始转亏为盈，那你就开始对这个公司你就觊觎了。那你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个荷兰政府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当时在亏损中的那个荷兰公司安氏公司的前身把它买下来呢？对，为什么赚了钱你就变成安全有顾虑？而且你高科技的话，你有安全顾虑。你这样子的这种很普通的科技，你有什么好顾虑的？是，所以这就是明白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野心，然后呢，借着安全之名，事实上的话，在这边掠夺别人的财产。那不过中国他们当时没搞清楚，这个安氏的这个欧洲厂的所有的产品，大部分要送到中国大陆去，怎么送回中国大陆进行封装？对，你的原产品你不封装是没有用的。对，中国大陆很简单，所有对安氏的这种输出全部停止，让你的安氏你就没有产品可卖了。那这一招就逼着荷兰现在好像昨天荷兰的经济部长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已经通电话了。那这个怎么会解决呢？我觉得就变成说，
除了政治还有商务的解决，因为现在 BMW 福斯公司也开始在抗议了，说你荷兰在搞什么鬼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荷兰这个民族就是太贪心了，然后这个强盗本性不改。好，来干哥又怎么看？大使讲的完全很正确，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就说安士他做的这些，你知道他主要是什么？就说电动窗啊、方向盘啊这些开关。这些科技你认为是也蛮高端的，对，但是它在真正的跟国防科技比的话，它更不算不上什么。对，100奈米以上的这种东西，然后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荷兰政府发现你这可能跟中国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你被中国收买了，所以你跟中国有莫大的关系。这什么神逻辑？本来就是这样。我现在是中国帮你把这个公司收买，就是说收购之后，现在这一家公司它是专门做什么？它专门做电子控制元件的，车上的嘛。那现在已经转亏为盈，然后全球70%的供应都靠它。但是要从哪里出货呢？要从东莞的安士的厂出货，再出货到欧洲去的，是这样的。总公司是远在荷兰这边，对不对？那你知道现在出现什么笑话吗？我讲给你听。在东莞的总公司现在出了个问题，货架上的货不能再摆上去了，要拿那个大纸箱包起来装起来。然后呢，因为后面的货一直做出来，然后那个有从温州坐了1000多公里那个高铁跑到东莞去，我在现场买可以吧？不行，现场不出货，为什么？你去问我们领导啊，不卖就是不卖。为什么？中国说好了，你现在制裁我在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总公司是，那全球的汽车工业通通不要拿到货了。啊，你这些，因为安士它是全球的这个，就是说最终的汽车晶圆的封装厂，要从我们东莞的厂出去的。对。啊，有商人坐了1000多公里，然后到了现场，看到他们说奇怪，不是有货吗？卖给我们呢？不卖，不卖就是不卖。不管你是 BMW， 或者你是福斯，或者你是法拉利，都要用这种，都要用他们的东西。现在不卖你就是不卖你，不卖你怎么办呢？东西积那么多，然后不卖，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啊。我们可以不卖吧，我们可以囤吧，然后就是不卖。然后呢，不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4000多人的工厂啊，你现在都不卖，工人还在生产啊，怎么办？哎，国家补贴，上4休3，上4天班休3天，扣你1/5的薪水，同不同意？一问，26万人，就是我刚才讲4000人，对不对？他们进行全省工商普查，26万人有17万人同意，接近2/3同意，就是说我愿意少拿1/5的薪水，我1个礼拜上4天班，然后3天要休假，因为这朝向美国的那种制度前进的。是，这是中国他在这个就是说巨变之下，他所想出来一个方法，而且这样可以使他的那个真的失业率不要攀升那么高。中国有的是方法解决，所以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荷兰政府你真的太莽撞了。你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你就干了。结果你现在看看，抗议你的是你周遭的荷兰的荷兰周遭的这些欧洲大车厂，你想想看，他们的影响力会输给你荷兰政府吗？这是商业啊，这是竞争啊，回到现实面来吧。对，这一次的晶片战，荷兰可以说几乎就是配合美国搞这一出哦。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最受伤的还是美欧自己的车厂。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除了这个荷兰配合美国之外，美国自己跟中国又持续的打这一场贸易战，而且现在台湾的晶片也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关键筹码吗？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最新专访，他也高调的宣称了说，对于这些晶片跟药品寄出高关税的供应链正在快速的回流到美国，他非常的得意哦。他还说呢，台湾的晶片业者已经为我们美国带来了高达20兆美元的经济奇迹。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强调不认为北京会
犯台，并且预告月底就会跟习近平来面谈台湾的议题了。就在此刻，我们来看到北京方面也做了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第二个回应，前美驻中国大使警告台湾是红线，是不可能让步的。舰长怎么看？台湾成为筹码了吗？首先我要说，这个川普讲的任何话都很夸大、天马行空的，什么带来20兆的奇迹，你仔细去听，多久时间带来？未来50年吗？还是明年呢？都随他讲，对吧？所以他讲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苹果，真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开始担心的，台湾被逼的走向了选边的陷阱，真的被逼的走向陷阱。第一个，你现在看我们台积电过去嘛，那个钱看得到1个厂、2个厂在加，后来又说要50-50才能够免税，意思就是说，在美国生产的晶片跟在国外生产的晶片，台积电生产到要各占50%。你说台积电在外面这些国家大概有18个厂，在那里现在只有2个厂，那是不是还要继续投资啊？这是一个，那可能让人想到可能要加很多钱。第二个，最近萧美琴讲了一个话，让我吓一跳。他说整个台积电的生态链都要过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生态链。台积电这一家厂商在台湾它的底下的供应链的厂商有一个所谓叫1级供应链厂商，就是直接跟台积电签约，有400多家。然后还有一个2级供应链厂商，就是跟这400多家签约的，这样子支援这个台积电的有2000多家。如果萧美琴说这个整个供应链要过去，是不是底下相关的？我不敢说全部，对，可能要去很多。你只要去想，第一个，晶片要50%都要投入，生态链要过去，能不能政府告诉我们总共大概要投多少钱？当你这个钱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倒那就是叫做一个叫做选边的陷阱，你不断的在加入，我不能走，我抽手，我这些东西就都没了。所以有一天他那里要是亏钱，我还要再继续加下去，这就是把台湾逼到了这里。那为什么会逼到这样子？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抗中，一心一意抗中，因为你这样抗中，所以你的安全要靠谁？要靠美国。美国就用这个安全来逼你。其实把自己的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是最悲哀的事。其实政府的解放其实就是4个字：和中亲美就可以了。立刻可以把这个都解开。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中荷之间的这个晶片战开打。那荷兰这个背后有没有美国势力的介入，这个都会持续做关心。荷兰这一次呢，针对中国大陆，他用的法律是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来夺下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半导体厂那中国则是用断供来反击欧洲那么导致欧日他们的汽车产业恐怕有10天内就会面临停摆的问题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荷兰的最新动作，他因为在欧洲他这边已经正式的出手。彭博10月23号报道，荷兰政府突然间出手，就是直接暴力接管中国的文泰科技持股的这一家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那荷兰的代理经济部长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做这样子的接管，是因为基于国家安全所以他们援引的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做1952年的物资可用法。”直接来接管，并且罢免掉了安氏半导体的这个中国籍的执行长，他是张学正。好，他并且也警告说，警告这些中国客户说，而且我们做了接管之后，还会不保证中国子公司的产品的品质就会是好的。安氏半导体现在是怎么做运转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主要是在欧洲这边做研发之后，就会送到中国厂这边去做这个晶片的封装。那根据了解，现在全球由中国工厂负责的全球70%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厂这边来做封装的。一旦你的晶片在中国这边封装好之后，才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去。那针对这一件荷兰的这个动作，北京立刻是祭出了反制措施。它怎么做呢？就是把中国厂跟荷兰的厂呢，它直接独立做一个经营，恢复的分公司的中国厂就直接只供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做使用，也就是说不出口给欧洲国家做使用了，并且呢，所有的销售、所有的
的这个交易方式都是使用人民币来做结算的，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就是欧洲现在已经说了，主要的汽车的供应商跟零件商1周内就会面临到晶片断货的问题，而且10天到20天之内就会扩及到整个汽车产业。现在初步了解，包括了 Benz、B&W 或者是丰田等日系车厂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众汽车也说呢，他们随时都会面临停产的问题。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荷兰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了。除了说这些欧洲车厂会受到影响，包括德国，他们拿不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晶片，他们也会受到影响。那进一步，中国它还祭出了这个稀土的管制，也会重挫艾斯摩尔取得稀土制作它的 EUV 光刻机。节目一开始，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安氏的中国厂号称只负责封装，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先恢复供货，但是欧洲陷入在供应链的危机？这一场这个经营权之争，到底谁会先撑不住？厉将军，安氏半导体哈，其实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半导体了哈，你甚至于它连成熟晶片28奈米都谈不上，它甚至于是2000奈米以上的做这种晶片，那主要是做这个汽车车用的晶片，每一辆汽车这可能要上千片，它这种晶片啊，不管你去感测到，譬如说是自动驾驶哦，或者是说感应到这个行车之间保持车距等等，都要用到这相关的晶片啊才可以。那安氏半导体本来是荷兰的一家公司，由于它经营不善，都已经快倒了。那文泰科技，中国文泰科技就入股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在文泰科技的这种经营之下，它转亏为盈。那当然我买下来的话，这个CEO 执行长当然由我中国来派。但是没想到荷兰政府借着说国家安全冷战的时候，这个物资可用法是配合美国，讲明了就是配合美国，然后硬是说是将他的中国的股权只降到只有1%，另外99%为他国有，甚至于冻结中国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所有的这种表决权等等都把你冻结了，等于说是讲明了就是荷兰政府把这个安氏半导体抢去了，跟个抢匪一样抢去。好，那你抢去以后，你知道就是这个安氏半导体这个招牌是挂在荷兰但是工厂是在中国东莞你研发是在荷兰，但是生产都在中国。那你既然这样子出手这么恶劣的抢夺我，那中国很简单嘛，我就是不准你出口嘛，因为工厂在我这边，我货就不准你出口。但是没想到这个荷兰政府也用了一招他说，那你既然不让我出口，我就不发给你薪水他说不发薪水给中国的这些员工，他们就没有薪水。那中国没关系啊，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自己来卖。那你不准我不会卖到你欧美这些国家去。我中国自己也有汽车产业啊，中国也有很多的电动车，干嘛？我就供给中国的厂商，国内自己厂商来使用。我一样有钱可以收入，我一样有这个钱可以付给我东莞的这些员工，而且我卖给我自己中国的汽车产业来讲的话，他还可以说什么？就是用人民币来交易，就避开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这个中荷之间这一场这个有关于安氏半导体的这种争论，最后的结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荷兰必须要软下去，因为你事实上也没有意义嘛，你只是配合美国在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傻动作，等于自己在挥刀自宫，你知道吧？你是断了自己的生路。所以后续来讲，我觉得中国因为有足够硬的底气。所以在这场这个争夺大战之中，应该是中国占到上风，而且会获得最后的话语权，也获得最后的赢家。好，这个荷兰这次接管安氏半导体，有人外界看起来就像是好像荷兰就是直接用抢夺的方法。当然，荷兰是说，我们用的是有根据法律依据的就是冷战时期的这个法律来接管企业，并且开除中方的主管。他说这样子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汉庭怎么看？还是政治接管？荷兰政府所用的所谓物资可用法是1952年冷战时期出来的，而且那是用在战争时期紧急状态、物资缺乏的状况那现在呢，它是用来接管了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当然是有问题，就如同大炮打蚊子，而且这大炮呢还是从博物馆里面临时拖出来的。所以首先他扣上了罪名，因为你治理缺陷，所以我要把你给接管。但是他一方面指控安氏半导体做得不好，目前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公开证据，就好像一个裁判突然就闯进了球场，然后抢走一方的球，我怀疑你不会踢球，所以我自己下来踢。
那他自己能踢多好呢？这也不知道，跟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关键是选择性执法，因为安氏半导体被中资的这个文泰科技收购之后，它的营收和研发都是持续增长，也为荷兰贡献了可观的税收。所以如果荷兰这么做，当然没道理。所以背后还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嘛，它就是华盛顿的这个哈巴狗，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它只是在配合美国的对华科技围堵。第一个呢，根据目前曝光的法庭文件，美国官员在2025年的6月明确要求荷兰撤换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以此作为该公司不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的条件。所以这就表明了荷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会被美国的长臂管辖所约束。那第二呢，温顺小绵羊啊。因为连文泰科技的荷兰律师都指出，哎呀，我经济部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跟着美国的温顺小绵羊，他自己都这样讲，所以他放弃战略自主、甘为马前卒的行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当然是不明智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历史上的规律：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也讨不来，最有力的回应就是坚定不移的走自主创新之路，将科技的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中。那张将军又怎么看？那荷兰应该是也是面临在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压力，他们好像也没办法。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到最后会采取妥协，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的最重要的是它生产的是在中国大陆，研发是在荷兰。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那到时候我们知道生产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这欧洲的库存呢，大概就有2个方法：第一个10天20天结束了，第二个他要去寻找替代市场。那替代市场能不能那么顺利找到替代市场来拿到这些晶片？因为它是做的很简单嘛，一个是电晶体，另外一个是晶片逻辑晶片。对，那就是2个啊。那赶快去找替代市场。如果能找到替代市场，这个呢还能够解燃眉之急。那如果找不，这只是一时燃眉之急。但是长远来看，还是要有稳定的供应源。那你还是要这个回到安氏半导体，大家来合作。那你现在真的要把它做撕破吗？而且我们知道，汽车制造业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制造商，所以这些晶片它一定需要这个，它量一定需求量非常大。你要找，就算是它要找到替代来源，但是也问题是相对有限，能够找到多少，能够替代多少比例，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的荷兰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势必要找到一个折冲的方案，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妥协的考量，替代市场只能解一时的问题。妥协的方案才能够赢得双赢，所以站在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最佳的方案还是走向妥协。好，杨老师呢？这个其实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文泰科技就被美国的商务部制裁，但当时并没有制裁这个就是安氏半导体，因为这是在荷兰，属于文泰科技的子公司，虽然是100%的持有。那结果到了今年9月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美国的商务部就把中国大陆被制裁的海外企业，如果拥有50%以上的股份，就要延伸制裁，这个东西就严重了。所以后来你就看到10月9号，中国大陆针对稀土就有一个0.1%的所谓的延伸管制，那这就针对美国的这个做法。那美国就想要找个案例来做了，就要求就对荷兰施压，针对这个安氏半导体。那安氏半导体其实，它的影响的层面，你就大概会影响到一些出货的这个速度。你要找到替代，并不是不容易，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文泰企业其实事实上是民公，就是说各半的哦。可是呢，它就好像是当初在1950年代，埃及把苏伊士运河给拿回来国有化，然后呢，英国就开始对埃及进行攻击。就叫做苏伊士运河事件，这不是很像吗？也就是自己这个，而且当时苏伊士运河本身虽然长久以来是英国、法国在经营，但是事实上老早已经在人家埃及的领土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是你经营不善，我进去把它买来，把它做好，而且对你的企业、对你的就业、对你的这个收入都有帮助。结果你把它就像一句话给拿回去，饼就被你抢走了。那但不幸的是，制造在我这边，封装在我这边，那我就自己做，然后影响到是其他欧洲的这些汽车的供应商是可以找到替代，但是呢会到达，就算问题解决，也会影响到
这个文泰这个科技。那我是觉得他们就在等待什么？等待川习会，因为川习会现在尤其是费森特跟就是何立峰正在马来西亚要准备开会。这个所谓安氏半导体根本不是中国跟荷兰的问题，是中国跟美国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在西川会前夕，中核晶片的这一场经营权的争夺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到荷兰这一回是否夺权，而且踩了红线呢？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反击哦。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么西川会前夕的谈判桌，接下来可以看到火药味已经十足哦。先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就是荷兰9月份突袭式的袭击，并且取得了安氏。那么这时候中国强硬的做了在晶片出口上面的封锁反击。到底荷兰这一场夺权是保住自己的国安，还是直接掠夺中国的技术呢？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等一下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安氏之争会不会登上在这一次，也就是明天的西川会上面的谈判桌呢？川普真的会为盟友出头吗？还是他会反手把荷兰当作自己的筹码，一手谈一手打呢？第三件事情，欧洲车厂现在可担心了，因为没有晶片啊，产线全面停摆，恐慌情绪蔓延，晶片战会不会扩张成全球供应链的浩劫？下一个中枪的不会只是欧盟而已，会不会还包括美国自己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这一场中核的安氏之争，我们看到全面开打哦。外媒揭露了一个真相，本来荷兰不是说吗？当时他9月份去接管安氏，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认为安氏管理不善，而且还有国安的疑虑。但是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说真正的导火线是荷兰他们看不下去，是中国制造踩到了欧洲的痛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安氏的前执行长张学正计划砍掉40%欧洲的人力，并且要关闭德国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甚至把英国曼彻斯特厂的这个设计机密跟设备设定，他希望能够全部转回中国厂，引发了欧洲的恐慌。于是荷兰当时就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可用法，用国安的理由来强制接管了安氏，也逼退了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安氏的高层。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了，荷兰这一招接管安氏是真的国安议题，还是假掠夺战？委员怎么看？很显然的，荷兰是假借国安之名实行掠夺之实哦。那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哦，从美国到国际社会哦，其实有一个不变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小弟们常常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有的时候砸到自己脚就算了，还连朋友的脚也砸了哦。那么砸了朋友的脚就算了，有的时候搬的石头太大了，旁边一堆愚蠢的幕僚就跟着一起搬，然后搬一个更大的石头去砸自己的脚。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的脚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了。对，包含德国的这个总理，他也在这个公开表达过啊，说你要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安氏这个事情哦，事实上是这样，荷兰在今年的9月30号，他动用了商品控制法，把安氏强制的接收了，把原本文泰科技的股权从100%降到只有1%嘛。那么其实在他宣布之前是9月29号，美国的工业安全局就已经宣布针对实体清单的出口限制要扩大。文泰科技本来就在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之上，可它现在扩大成什么呢？就是你这些科技转投资只要超过50%的，都要一并出口管制。对，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再一次的用长臂管辖哦。然后荷兰呢，一方面是自己有危机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讨好美国，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对安氏的接管的动作。但是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什么？安氏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文泰结合？其实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这样。他希望把晶片的设计跟高阶制造留在欧洲，把封装跟测试我送到中国，然后呢，借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欧洲自己的这个像车用晶片这些基础晶片的生产线。可是呢，这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是他自己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既然文泰科技掌握了你的安氏半导体100%，我要讲100%的股权哦，这是在多少？2017年的时候。
安氏用268亿人民币卖给了文泰科技，文泰科技花了268亿买一家公司，买下来之后，难道他不需要经营这家公司吗？这家公司如果绩效不好，你难道不需要做裁员？你难道不需要做所谓的 relocation 吗？这任何一个经营公司的人都知道的。当你面临到这个人力成本过高，或者是技术有缺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一定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技术素质更好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而且讲得更直白一点，这家公司就已经人家买下来了，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既然敢卖给他的时候，就全部都卖给他了。我第一次还听到说，卖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还不能动这家公司的厂哦，你不能关这个厂，你不能把这个设备移走，你不能把这些技术拿走。这些技术难道不是登记在当时那268亿的资产里吗？否则人家花268亿买你什么？买你一个安氏的名字吗？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了。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那我要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呢？啊，那268亿你给人家拿走了，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占1%咯，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嘛。全面反击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啊，因为欧洲的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这个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像 BMW、像 Benz， 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对，就如委员所带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早就已经祭出反制了，针对荷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安氏它的运作模式就是确实是在欧洲做研发，然后如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完成制造，那大概70%啊，封装测试等等都是在大陆做的。那大陆做完之后再出口到欧洲国家，但是等于说大陆现在把它一刀砍断了。那目前为止，其实截至目前，过去一直运作的方式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前段都会在英国、荷兰跟德国这些地方来做研发等等。那总部会设在荷兰，然后后段的部分则是在亚洲进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大陆现在等于是把这一切后段都卡死，让它无法出口到欧洲国家去这些晶片。那么影响的就是确实欧洲的车厂之外，还有日韩的车厂。欧洲的车厂现在福斯已经出来说了，晶片库存啊，我们只能再撑下3周而且宝马跟宾士的产线现在也都陷入在瘫痪之中了。另外，他们还要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市场根据欧洲的说法，冒出了一堆是安氏相容的零件供应商，但是欧美厂商仍然是不敢买的，原因是安氏已经警告了，中国厂的产品我们不会给你保固，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些零件坏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做处理跟维修等等。现在的关键要来看了，西川会有没有可能安氏这个议题上谈判桌来化解中核的危机？卞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先强调一下哈，这个荷兰干了一件蠢事啊，但这个蠢事的话呢是有连锁效应的。所以我这边得到的题目是说，这个北京封锁这个出口，这个生产这个封装的地方是在东莞啊。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北京是叫做杀鸡儆猴了啊，因为荷兰呢自己以为啊，替美国当小老弟啊，这个谁喊的啊，就是先敢对对方的老大开枪啊。这荷兰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美国很高兴啊，什么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荷兰有一个想法错误了。那第一个错误的话呢，就是呢，他把这个1000多奈米的芯片当成稀土来搞啊，这个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是非常，就因为它生产了非常多嘛，上千亿片啊，封装的上千亿片，他把它搞得，他以为这个是独一无二，他就搞了这个方法，搞了一个什么暂时的法律，1953年的什么的，就勉强，美国也不高兴。那大陆的话一看以后，9月30号登了，4天后10月4号，大陆马上讲不准东莞封装的任何一个安氏的芯片出口，啊。那么这个要大家了解，这个荷兰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荷兰呢说谎啊，官员呢为什么官员呢出来说谎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倒戈了，那个马上下台的那个部长啊，就在那边讲啊，这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讲法来做，想要混过这段时间。可是底下要接上去的人会是个大麻烦呢，中荷之间大麻烦，就不让他搞。那大陆基于要杀鸡儆猴，什么杀什么鸡，要惊什么猴呢？就是说很多美国的小弟想要耍荷兰这一套啊，就现在非常严重。这基本上的话呢，因为你当初要的钱啊，加起来是280几亿，当时购的价格，整个航母起来，航母让它超过300亿的人民币啊，人家买你什么？人家是最主要，原来是说你总公司啊，
因为大陆在买东西，就像是那个吉利买了那个 Volvo 一样啊，那个总公司都放在斯托哥尔摩，是造成一种感觉上是个洋公司好看，当初是这样子构想的。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荷兰的总公司还真的摆起谱来，想要当真的一样，那根本的理都没有理你，你75%以上的芯片都是在东莞做的，他根本就不让你出口，不让出口，你下就断供了，断供以后就没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荷兰当初的条件就是你把那个张学正那个 CEO 给我换掉啊，那个文泰当中的话，大陆要了解啊，只要中国的企业受到欺负，那政府一定会出手啊，那不准出口，那就政府出手啊，对不对？你逼到最后的关头，现在这里头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现在荷兰搞这事情，对不对？一巴掌耍掉你半个脸了啊！从此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动？现在好了，同意了，认怂了，啊，安置出口啊。用人民币计价啊，然后维持这个，现在基本上能够出芯片啊，但是这个安氏中国厂已经完全跟荷兰断掉了，我们自己干就不要你了，是啊，你这个搞的方法，因为荷兰本身人家说偷鸡不着18米啊，现在是，偷鸡不着的话呢，连自己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啊，以后再也没有工具了，所以就这个麻烦。好，那干哥呢？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哈，那荷兰为什么会搞这个飞机啊？我们真的。你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供应法，对不对？你认为有国安疑虑，我一直在思考，它主要出口的是汽车晶片，它跟国安有很大的关系吗？这可能就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的高阶晶片，或是飞弹的高阶晶片。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说这些科技产品的话，那你当然安视它有很大的国安疑虑。那它如果不是那么先进的晶片的话，那为什么政府会发动这样的制裁？会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开始监管你这家公司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所影响的都是宾士啊、BMW 啊、福斯啊。福斯的库存晶片只剩下3个礼拜了。他说：“我跟你讲，只剩下3个礼拜。3个礼拜一到，我是一部车我也做不出来。那政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帮我们？就算福斯是德国车。”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沃尔夫斯堡，他说我们已经快做不出来了啦。而且我们沃尔夫斯堡就是做国民车，什么国民车叫高尔夫是什么？大众汽车生产的。那在那个欧洲销售的非常好，为什么？它是主流，它是欧洲人主要拿来代步用的大众的一个品牌。那所以这部车是销售的非常好。现在你像东莞的这个安氏的厂，他们现在封测，我跟你讲，他们那80%的货都是从东莞的厂出去的，现在完全不能出去，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好，我们现在这样来讲好了，三大封测厂是在哪里？你看意法半导体在哪里？在深圳的福田，英飞凌在马来西亚，那安森美是在菲律宾，那为什么？都在海外，大家想一个问题，简单嘛，成本便宜，就是说人工低嘛，人工低他们才会设在海外。就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图上面，为什么会分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因为它的人工低。因为什么知道？欧洲完全没有封测厂啊，它只有什么？它只有晶圆厂。那封测这种事情是最后端、最尾端，但是需要很多人力，所以交给了成本比较低的亚洲厂，这样子连成一体的话，你的企业才有利可图嘛。所以是这样。结果现在你现在踩到自己的脚了。荷兰政府，你现在这个厂在东莞，它现在不出货，造成了在欧洲本土的前3大车厂BMW、Benz 还有福斯都没有办法出货。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很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那你荷兰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像那个委员讲的，把那个股权再还给安氏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容易低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私底下，荷兰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好好的谈，不然汽车产业马上就面临很寒冷的冬天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安氏之乱到现在还在烧，但是最新消息，荷兰认输了吗？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文泰现在重掌他的管理阶层哦，包括执行长已经回复到他的位置上面。欧洲车厂这个时候表忠求中国豁免，是否让荷兰压力太大，所以求饶了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几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荷兰是否真的已经低头了？被自己强夺接管的公司，如今又要亲手奉还给中国，从强硬封锁到签下了这个协调的纪要，荷兰这一路是承担了安氏之乱。承认了安氏之乱，它全面败北吗？第二件事情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看到安氏目前在人事上面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股权上面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中国夺回了管理权，只是第一回合，真正的角力之后会不会是在股权，也就是会在董事会还有资本战场上才要正式的厮杀开打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今天会来做关注。最后我们来关心，确实现在欧洲车厂可急了，因为没有晶片嘛，不管是德国的车厂，这一些车厂已经向中国正式的递出了申请。欧洲的汽车命脉已经被中国晶片紧掐住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大家记得吗？当时荷兰政府很粗暴的接管了安氏半导体，让这一场中欧之间的晶片战开打，但是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中国不是只拿回了它的主导权，现在包括了它的核心的资产授权跟人事也都全面回归到中方手上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欧最新签署的，也就是中国跟荷兰签署的这个叫做稀土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荷兰在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哪几个呢？我们来看到荷兰它放弃了联合管理层改组方案，简单来说啦，就是同意解除对于中方高层的人事限制，所以呢，接下来执行长张学正将会确定在11月7号原本被解职，现在确定了这一位中国的执行长张学正先生，他就会正式的复职了。11月3号的时候，荷兰总部的资产也会授权，将可以被解冻。那么欧盟也承诺了，约束成员国不再重蹈覆辙了，类似针对性的投资都不可以再做了。中国也同意会来做分阶段解冻它的产能，安氏的东莞工厂会来恢复产能，释放出流程。好，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呢？荷兰可以说是全面认输吗？退回了管理权，并且签下了这样的协议，怎么看？荷兰认输，但不是全面。我跟你讲哈，因为我对于荷兰啊这些欧洲人呢太了解了啊，要他们全面认输，认输给中国，认输给美国，他们是全面认输啊。但是认输给中国的话呢，那需要一段时间了。唐朝很盛大的时候呢，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也很像是啊，就是说什么呢？大陆要借着安史之乱的话呢，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欧洲人的骄傲。莫名其妙的自大，以及的话呢，对中国予取予求啊。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德国的外交部长也是莫名其妙的搞了个麦克风外交啊，就讲我要来中国之前的话，你们对台湾绝对不可以武力。一讲的话，你不用来，你滚你们啊，差点就骂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大陆态度，要借着安史之乱来一场这个安史之乱，就是说你发觉欧洲本身在中国人地位就完全垮下，这是一个重点啊。你这边讲到几个重点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呢，原来在大陆啊，就是说是文泰在并购荷兰安氏的时候啊，就是大陆会觉得说你的总部设在荷兰，听起来比较有面子一点啊，没有把它直接买断。啊，这个是一个后来引发，就是荷兰本身根本就没有能力，就是一个穷大户。原来的话呢，这个好像女儿都已经嫁过去了，但是名字还是留在家里住，他突然就不让你回家看亲了啊，那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行。大陆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就是说荷兰本身来讲啊，就要把那个张学正啊，因为他是在荷兰总部里面安氏做 CEO 的，就张学正是 CEO， 把他换掉啊，换掉其实具有形式的意义，就是说欧洲人呢看中国人不顺眼，你知道吗？他们种族歧视，这心里非常严重的嘛啊，荷兰人的话呢，就特别长得特别又高又瘦，那鼻子又尖的那种啊，所以说呢就把张学正换掉。然后第3件事情啊，就是荷兰到现在大陆讲说东莞的封装厂啊就不出货的时候。他马上也讲说寄出来芯片不给你，不给你封装什么的，态度很强硬。但是呢，现在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大家都了解说，第一个，你这个东莞里面啊，这个800亿片啊，应该800亿片的芯片不出口，整个世界尤其是德国的汽车要停顿。那为了不让德国，因为德国现在剩下什么？德国现在剩下在这个俄乌之间冲突，什么都贵的情况下，又不能没有汽车工业。然后德国现在整个欧洲化也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经不起这个。然后呢，现在呢，原来呢，荷兰是要靠着欧盟跟美国的压力反弹中国，现在的话呢，美国不理。
欧盟呢压着荷兰说以后不要再搞这一套了，这套根本就没有用了。但是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不是单纯的一次胜利啊，这是永久的胜利，因为大陆会连续的。我跟你讲哈，现在先搞荷兰，然后再搞德国，接下来马上再搞法国，然后都一个一个搞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要杀鸡儆猴嘛。你不要学着美国那一套什么穿透法案，没这回事。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荷之间表面上和解，但是其实眼前还有更大的问题。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就是是在股权上面，接下来会怎么做分配？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好，我们现在看到中荷之间还是持续的互呛。荷兰呛什么呢？呛中国说你出口管制拖垮了整个全球的供应链，还无法保证你的东莞厂何时可以恢复出货，更无法确保你出货产品的品质。中国则是反呛荷兰说，不顾中方提出的合理诉求，你才是造成全球供应链混乱的来源呐。那刚刚讲了嘛，这一场战场其实现在的关系点其实是在股权上面哦，因为刚刚说了，中欧签下的这个协议里面并没有谈到股权问题，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延伸到资本层面的资本战？干哥怎么看？对，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好了，就说，大家觉得说安士是一个完全100%由中方控股的，但是大家以为说一次就花大钱把它买下来，不是，花了3、4次啊。其实张学正他以前是做什么？他以前是做手机的，帮你想得到的三星啊，什么很多公司啊，他都帮他代工的。后来我跟你讲，一夜之间就发现说手机代工也赚不到钱，从70%的毛利剩下3%，他赶快他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几年，他要知道我要转型什么？转型半导体，所以他要吃下安士的时候，你知道他用什么贷款啊、融资啊，花了很多钱，想尽办法。听清楚，是张学正一个人用他自己的信用去贷下来，当时收购了这个安士。安士的前身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安士的前身是飞利浦，它是飞利浦旗下的公司。那飞利浦也不要半导体了，为什么？飞利浦他准备要做那个什么，就是医疗器材啊，他觉得那个毛利比较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半导体部分让出来，要卖掉，成立一个公司叫恩智浦。那这样这个后来就被张学正买下来了。经过3、4次的并购，花了大概380亿的人民币，才把安士买下来。到最后是100%持股。好，你刚才那个思敏你讲的对，你现在我们都谈了，好啦，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张学正被拔掉啊，你们很有意见啊，你们中国这边不出货啊，那好了，我11月7号让他复职好了，然后呢，那个荷兰总部的资产授权那会到11月13号解冻，恢复。我想请问一下，这是100%的私人的企业，你说要解冻它，你现在对于这个股权方面，荷兰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在国际，今天如果在国际法庭去打官司的话，荷兰政府你会输哦，你会输哦，你现在，但是你可以，他们一定振振有词，他们说我们不相信张学正完全是个人投资，后面一定有政府的影子，拿出证据来，是不是？是。这个谈判后面还有的谈呢，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福斯公司已经讲了，福斯公司讲说什么？福斯汽车说，我的汽车，我跟你讲，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这些逻辑晶片一个有时候只要几分钱呢，那个几分钱美金而已。你现在叫我突然换一个供应商，我去哪里换？我去哪里找？我已经在找了，可是我现在马上找到可以替代安士的公司，没有这么快。没错，对于这个晶片，他们现在的库存量还有26周，你知道，如果没有26周，我跟你讲，福斯一定倒，现在就倒给你看。为什么？因为它一定有这么长的存量，不然它每天要生产几千辆汽车，它怎么顶得住？现在根本心脏一直在跳，为什么？26周好像很久，马上就到了，到了安士还是不东莞厂还是不出货的话，会倒的，不是只有福斯会倒而已 ，BMW、宾士都跟着一样啊。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股权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荷兰政府脑筋还是没有搞清楚。中国政府会打国际官司跟你打的，我跟你讲，你必输无疑。
是好，但是确实哦，不管是股权问题，现在看在这些欧洲的车厂里面，他们根本不 care 说，不在意说你荷兰要去跟中国争夺什么股权，因为最现实的状况就是，确实他们的晶片已经快要没有，快要用尽了，所以这个时候欧洲车厂是真的慌了，赶快来寻求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几家重要的车厂，包括了德国的采埃孚，还有这个欧摩威、博世等等，都已经向中国正式的提出了申请哦，希望能够把这个晶片的出口管制给解除掉，因为目前欧洲汽车晶片70%都是靠中国来做封装的。那么德国厂这个采埃孚刚刚提到的，他已经说了，他说现在如果供应链中断，员工就会被迫放无薪假。博世旗下的厂甚至已经准备要休假保命了，包括刚刚干哥带我们看到的哦，福斯。这个晶片只能再供应26周。这一次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安氏之所以之所以会有这个重要的导火线，现在传出来，其实是因为3名外籍高层引起的，才会导致当时的安氏执行长张学正被迫下台。这3位包括了内部的这个法务官、还有财务官跟营运官等等，会不会张学正这一次复职之后就把这3个作乱的外籍高层给彻底拔除掉？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舰长。第二个有关于晶片，中国可以说掐住欧洲车厂的晶片命脉了吗？首先，刚刚说那个张学正会不会这个复仇啊？会。我在商场还真的待过。你知道这个商场最恨的就是背叛。你是我的员工，你居然背叛我的老板，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张学正就是叫做现在是王子复仇记或者王者归来。按照商场的规则，一定叫他走路。那如果说为了一个大局，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大局，说我暂时我觉得容忍，我会让你待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他认为他能够施展他的整顿的时候，他一定会叫他们走。这商场你完全不要怀疑，是每一个大老板都不会容许这些的。然后第二个我要说他这个股权的经营哦，其实这个文泰是2006年就成立了文泰科技，2017年安氏成立，2018年就被文泰买过了，就是买他第一次就花了36亿美元买了他76%的股权。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股权代表什么意思哦，整个公司的治理权，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公司治理权有一个老板他占据了你们寰宇51%的股权哦，在商界，这个人叫做大老板。这个大老板可以决定谁是总经理，就是谁是总经理，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股东会是你以为股东能够反对啊？你股东你就是在比那个股权而已，你知道？那你就知道这个文泰其实是完全掌握了这个安氏。这个在商场就是这样。你现在他没有跟任何人去商量哦。荷兰这次没有跟这个欧洲的伙伴啊，而且他采取的方法是一个非常粗暴，所有人都知道说，人家就是涨了这么多股权，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不跟任何人讲，他就直接这样去做了。那他从来没想过，我不要讲别的，美国以倾国之力去打中国都打不过，你如何荷兰敢跟他这样子对抗呢？你不可能赢的。所以这个完毕之后，每一个人都在怪这个荷兰，你怎么可以这个样这么粗暴？你有没有跟我们讲过？我们在欧洲是，我们这个北约是一起的，你这样子一弄，搞得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是这个叫做里外不是人，这是荷兰政府的，他现在应该认清了，就是你要想清楚，做任何事情你要站得住脚。商场经营就是讲股权，你不能够这样子去这样的蛮力靠国力来这样子去抢夺一个公司。